吴志老还有一个习惯，欢喜走路，据他自己说，一天能步行30-50里。有一次他从南京出城，走到汤山，再从汤山走到老虎桥那边，探望他的亲家李济琛。他和李济琛相对无言，李写了一张10个字的纸条，叫做有子万事足，无官一身轻。志老看了感愧不已，匆匆而别，又步行回家。不料一出老虎桥不远，受到太阳的酷射，竟晕倒在地上，当地乡人慌慌张张地把他救治。正在这时，丁维汾坐了汽车经过，看见地上倒的是吴志老，就很慎重地把他直送中央医院。下午5时入院，医生忙着为他接盐水、灌氧气，一会儿他醒过来，一看身在医院之中，他就想起了老虎桥晕倒的一幕，但不动声色。等护士们走开，自己把所有盐水针、氧气筒一起拔掉，坐起身来，乘人不备，溜之大吉，走到一个老朋友家里去睡了一宵。医院中走失了一个党国要人，闹得天翻地覆，到处去找，哪里能找到他的踪迹？到了第二天清早，他回到自己家中，照常写字。警探来访，见到志老，真是啼笑皆非。志老对相熟的成年人常喜欢谈男女间的事，逗人笑乐。我记得有许多老年人虽然也喜欢谈这些事，但都不肯出之于口。早年我在姚公贺师家中听到孟森、辛史的谈话，一开口往往就谈男女间的事。当时我认为辛史先生是一代鸿儒，做着无数考证工作。他考证出董小宛与顺治皇帝并无肌肤之亲，因为那时顺治皇帝仅9岁。这些老人谈话总是以男女问题为主。后来我认识许多老年长寿的人，几乎多数都喜欢说的，但这些事情不过有些谈的幽默，有些谈的不雅而已。自从遇见了吴志老，才知道志老虽然也欢喜谈这种事，可是他一出口便觉妙趣横生，与众不同。志老有一句传颂全国的名言，叫做口宽债紧。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女性与经济的关系，但是这句话到处可以引用得到，在经济学上也可以算是一句名言，在政治学上，在人世间也常常用得着。他有一次曾谈到过男女房事的日期问题，他就用无锡口吻念出一首礼歌，每句歌词的韵脚都很调匀，念起来很顺口。歌云：血气方刚，切记连连，24-5不宜天天，30以上要向数钱，40出头教堂会面，50之后如进佛殿，60再望向复房殿，60以上好比拜年，70左右解甲归田。元歌的第一节说是血气方刚，切记连连，这是告诫年轻人不可以每天一而再、再而三连续不止，这对年轻人最明白的警句。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成为早衰情况，都是这个原因。元歌第二节说是24-5不可天天，这2句字面已经很显明，可以不必再加注释。元歌第3节说是30以上要向数钱，这数钱2字是指旧时数点银元、毫子、铜板、铜钱的方式，就是5个一数，15、10这样的数法，无是以此为喻，就是说5日一次。元歌第4节说是40出头教堂会面，这是指40出头的人该向做礼拜，每7天一次。元歌第5节
说是午时之后如进佛殿，这是说信佛的人逢初一和月半要进庙堂烧香，只半月一次而已。原文第6节说是6时在望，如赴房殿，这赴房殿3字是如众所周知的每月缴租一次。原文第7节说是6时以上，好比拜年，拜年仅1年1次而已。原文第8节说是70左右，解甲归田，意思说到了这个年纪可以退休了。这是智老讲的妙语，尚有许多是不能行诸笔墨的，也只得一概从略了。讨论篆文，潺潺而已。智老赖以自己的写字生活，总是写篆文中的小篆。有一次我对他说，篆文写得慢，何不写另外一种体？他说，什么叫篆？只是潺潺而已，骗人的。我说，篆文是根据小学，每一个字都有考证，智老不必太谦。智老又说，篆文都是象形字，有许多关于男女间的字都含着很有趣的象形，男是男，女是女，一点一画一撇一捺都有姿势在内，这为一种潺潺体。所谓潺潺2字，是我们无锡人的口头禅，男缠女，女缠男，东缠西缠，瞎缠念3000，都有一个缠字。在文言中，缠绵缱绻也是一个缠。他接着就写出了3个人字，我现在制版如后。他说3个人字，第一个字是象形立着的一个人，第2个人字是像工作中的人，第3个人字是象形度着性生活的人。我仔细一看，为之哈哈大笑。智老又说，女为悦己者容的容字，篆文体我写给你看，这是一个女性的字眼，先是一点代表一个头，次是代表肩和拥抱的2只手，中间2点是胸前突出的2个东西，在下的人是代表2条腿，中央的一个口字是代表那个东西。说到这个口字，不但我笑，连智老他自己也笑起来了。